應用程式啟動器是追求執行效率的朋友們很常使用的工具，例如 macOS 的 Spotlight 或者是 Alfred、Windows 的 Launch，或是我目前在使用的 UTools 等等。现在 Obsidian 也有了专属的命令啟動器了，也就是 Key Sequence Shortcut， 以下我會簡稱 KSS。只要選擇要執行的 Obsidian 命令，並且指派縮寫關鍵字給這個命令，以後就能夠在 KSS 的視窗裡輸入縮寫，而且立即執行它。事實上 Obsidian 的命令面板，也就是 Control P 這一個對話窗呢，它也有模糊搜尋的功能，也就是我們只要輸入少部分的文字，它就能夠搜尋出符合輸入內容的這些項目出來。但是因為它會把所有的命令呢都翻譯成中文的，那因此我們要執行某一個命令的時候呢，如果我們還要去做中文的輸入呢，那這個效率是非常差的。虽然有一個 Command Alias 這個命令可以讓我們把每一個命令都設定一個代名，但是这么多的命令每一個中文的命令都要再去設一個代名的話，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一個工作。除了這個命令面板以外，在 Obsidian 的編輯器裡面呢，我們也可以用斜線命令。那這個斜線命令呢，跟剛剛這個命令面板一樣有這個中文這樣子的輸入的問題。這一個對我們在中文環境裡面來操作呢，其實不是那麼的容易。因此，我們如果透過這個 KSS 呢，就可以很有效的幫我們解決選取命令的一個困難了。第一個功能展示是立即切換主題的明亮跟暗黑兩種模式。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右邊右邊這個 KSSRC 這一個檔案呢，就是 KSS 的設定檔我們在這邊定義了兩個命令 LT 跟 DK， 那它後面執行的呢，就是立即做主題的模式切換。我們先點擊進入 KSS 的命令執行對話窗，在這邊呢，我們定義了一個 LT， 就是進入明亮模式。我輸入 LT， 立刻我們的樣式馬上就變更成明亮的模式。我們再按一下進入 KSS 的命令视窗，再輸入 DK， 它馬上就切換回暗黑的模式。那這個就是直接使用 KSS 的命令直接執行縮寫，馬上就執行的功能。第二個功能展示呢，我們馬上來開啟使用中主題它的設定。我們再進入 KSS 的命令視窗，輸入設定好的一個命令SS， 它就會在我們右邊呢馬上產生出我們樣式的 Style Settings 裡面的可以使用的這些設定的功能畫面。第三個功能展示是在筆記中直接插入調用 Admonition 的對話窗。現在在我們的筆記裡面直接按一下 KSS 的命令視窗，然後再輸入我們要插入的 Admonition 的對話窗的命令，我們就直接調用到透過 Quick Add 來調用 Admonition 的視窗那點擊好以後呢，就會馬上產生出 Admonition 的語法。那在這邊呢，我們就可以馬上做一些輸入。輸入完畢以後呢，它就直接產生成 Admonition 的一個樣式了。KSS 已經可以從第三方外掛裡面直接做下載了，到第三方外掛裡面瀏覽，然後找到 Key Sequence 就可以直接安裝起來。安裝起來以後，我們記得來做一下啟用跟設定它的設定其實也很單純，只要去指定好你的設定的檔案在哪裡就可以了。比如說我的設定檔呢是放在000-index 下面有一個 KSSRC.md， 預設呢它是放在根目錄下面的 KSSRC 那請各位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來做替換就可以。那我們就開啟這個KSSRC.md 這個檔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格式。因為我的 Obsidian 呢有使用了 linter 因此它會自動幫我補這個 YAML 的區域。KSS 在讀取這個檔的時候呢，它會辨識出說這些格式是有問題的因為會忽略掉這一些不是它格式的內容，一直到它讀到它的格式的地方為止。它的語法的格式是2個或3個欄位，欄位跟欄位中間呢是使用 Tab 鍵來做分隔因此我們這個中間這個分隔要是2個 Tab 鍵。那目前我們大家從 GitHub 上面下載的它的這個版本它是只支援到2個欄位。那將來它更新了新版以後呢，應該會有像這樣子的第3個欄位那它的意思是這樣子就是我們中間左邊開頭呢是我們的縮寫的關鍵字，那這個關鍵字呢是任何你自己想要命名的縮寫都可以。然後接着第2個欄位呢是 Obsidian 的命令，第3個欄位是選項就是可有可無的，就是你這一個命令它要顯示在視窗
窗，它的顯示的字串是什麼就是可以設在第3個欄位。那目前大家下載到的版本應該是只有2個欄位的版本。這第3個欄位呢，是因為它這個像我們這個 Quick Add 的命令，它後面是帶了一串這個 UUID 這一串的代碼，我們會不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就補了第3個欄位來做一個顯示上的說明。它的語法呢就是這個樣子而已。我們接着來展示一下如何新增新的縮寫。在 KSSRC 這個檔案裡面呢，找到一個空行，然後點擊它的設定的視窗。預設的設定視窗呢是 Ctrl+Shift 跟8。那我把這個按鍵已經改掉了改成 Ctrl+S 跟 M。然後輸入完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這邊來找到你要執行的命令。想要執行跟 button 相關的內容，我要找到 button， 然後 insert。假如我要執行這個插入 inline button 的這個指令那我們就找到這個命令以後呢，點擊它，它就會把這個內容呢寫到我們的 KSSRC 這個檔案裡面來。然後接着呢，我們在這邊呢，就是先按一個 Tab 鍵，再往左輸入你的縮寫，比如說我們這個縮寫要叫做 IIB。請大家注意就是因為在 Obsidian 裡面如果說你打了任何字串以後，比如說我这邊有任何的字串，你在最左邊按 Tab 鍵呢，它會變成是內縮。所以這種情況你就是按往左，然後給它一個新的命令，或者是把這個 Tab 鍵把它給 Ctrl+C 複製起來，然後再到後面用 Ctrl+V 貼出來，就可以輸入你的第3個欄位那這個中間才會是 Tab 鍵你按最左邊這邊按 Tab 鍵呢，會變成是內縮那這個請大家在操作的時候注意一下。好，那我們有了這個新的縮寫以後，我們要讓 KSS 重新載入這個 KSSRC.MD， 因此我們按下 Ctrl+P 輸入reload， 我們就可以找到 Key Sequence Shortcut 的 reload。我們要讓它重新載入修改以後的內容。重新載入完以後呢，我們再開啟 KSS 的命令視窗，再輸入 IIB， 它就馬上執行這個 button 的插入功能了。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設定跟執行的一個方法，可以說其實非常的簡單了。如果你對剛剛的操作步驟還有一些疑問的話，你可以來看我的解說文章。解說文章裡面有把每一個步驟都做了比較詳細的一個說明。在這邊有幾個使用的經驗提供給大家來參考。KSSRC.MD 因為它是在 Obsidian 的編輯器裡面，因此如果說我們這些設定的內容，你如果沒有把它加上這個程式碼區塊的這個符號的話，你會看到就是這每一個命令它其實都是不會是對齊的，因為我們編輯器預設的字型呢是非等寬的字型，因此就會有這種參差不齊的這狀況。那如果說你不喜歡這種參差不齊的狀況的話，最簡單的方法我們就是可以把這些設定呢加上程式碼的這個3個倒引號，讓它變成是直接使用程式碼的這個字型來呈現。程式碼的區塊一般都會是使用等寬字，因此它就會縮寫跟命令呢就會對齊。那建議大家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增加你維護 KSSRC 的一個看起來的美觀性。那另外就是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內容用 Obsidian 來編輯是比較麻煩的，那當然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文字編輯器來編輯這個 KSSRC， 甚至於你可以把它的.md 的副檔名改成.txt 或是.cfg 之類的檔名，那就是使用自己的文字編輯器來編輯的話，那記得在 Obsidian 裡面再重新做 KSS 的 reload 就可以來執行了。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很方便的快速命令的啟動器那希望對想要快一點操作某一些動作的朋友呢能夠有一些幫助。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